我是爱丽丝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让我们开始奇妙的游戏旅程吧。春日一番的职业主要是勇者、拆卸工与机动队员，因为这三个职业都是倾向加 HP 与防御力的。占卜师可以练到点出雷鸣占卜技能。春日一番的职业经验饰品是可以与其他饰品同时使用的。赵天佑不是主力输出，主要针对刀拳弱点敌人。如果攻击力面板想拉到极致，就练黑手党、保镖与武者。然后占卜师练到18级，学会雷鸣占卜，针对弱点的敌人。南波最大的缺点就是血太少，肯定抗不过2轮攻击，只能针对同弱点的群怪，所以就把攻击魔力练到极致。主要职业男公关练厨师与流浪汉，占卜师点出雷鸣占卜，这样南波就是全系魔法攻击。沙荣子主要针对 BOSS 战，所以只要好好加血就好。主职业偶像炼液之女王加 HP， 荷官加爆发力增加行动力。3个职业最好都练满，这样才能保证 BOSS 战的生存。主力输出韩俊基要练的职业是3个半。主职业杀手练武者增加爆发力，拆卸工增加 HP， 机动队员增加 HP 与防御力，男公关与占卜师点出技能即可。杀手、武者与拆卸工尽量练满，机动队员看情况。机动队员与保镖看情况 ，HP 拉到1600就行。另一个主力输出会里，刀拳弱点奇效。主职业事务员练满荷官与夜之女王，女公关点出冰桶技能即可。族力基本没出场机会，可能在打天童的时候用一下。主职业机动队员练刑警与拆卸工，无脑堆 HP 与防御。占卜师点出雷鸣占卜。然后在韩国街区域的福德厅购买传说泡菜，可以在战斗中增加回合行动次数。然后我们传送到中华街北。然后去万龙亭的贩卖机购买大幅度加防御的饮料。最后我们到千禧塔前右边向上走的酒馆，也就是超级千禧塔入口的对面。点满所有的酒水，增加最大攻击力。到超级千禧塔门口用醒酒药给全员醒酒。保存后准备开始攻略终极的超级千禧塔。
装备上来讲，除了春日饰品一定要带替身使外，其他主力角色都以高防御为主。韩俊基搭配刀攻击属性提升，饰品带龙之瞳拉高爆发力。惠理以拳刀攻击属性为主，饰品带四神与龙之瞳。如果用普通千禧塔刷过前，1楼就不会出现2个机器人了。小怪的场景用韩俊基、南波、惠理来输出，最大化涵盖所有怪物弱点。第六感先生弱拳，暴桑强打者弱刀与电。我们优先解决强打者，因为他的伤害更高。利用韩俊基与惠理的刀属攻击。南波以雷鸣占卜进行雷电攻击。春日就美美的当个奶妈加血即可。剩下的第六感先生直接用全属性及技能来打，南波就直接防御，不要攻击了。脱战后让沙荣子给队友加血，不要使用道具。八面弱刀与冰，黑手党干部弱枪与电。这里我们要用雷鸣占卜来试图触发敌人麻痹，不然南波就容易被秒。将南波救起后，继续使用雷鸣占卜。这次我们把2个敌人都麻痹了，春日加血。惠理与韩俊基用刀属攻击八面，春日与难波用雷鸣占卜压制黑手党干部。不要吝啬蓝量，用伤害最大的技能即可。我们补充一下蓝量，准备打第一个小 BOSS 护岛。队伍里把难波换成沙荣子双奶双输出，护岛时弱电平兵，惠理也可以换成赵天佑或足力来打。在沙荣子的回合一定要抬满所有队员血量。发现惠理输出不够，在韩俊基的回合换足力上来。3个男角色轮流用电属性技能攻击，很快就能击败护岛。打完护岛队伍调整，把南波与惠理换上来。金牌厨师弱拳与暴露狂弱火的同时还弱冰，所以南波的极技能负责群攻。韩俊基与惠理集火金牌厨师优先解决，剩下的暴露狂就好打了。
在没有血量危险的时候，春日也可以用兵攻击。将损耗的 MP 补充一下，准备进行下一轮小怪。这两个怪物弱点相反，小丑弱火，社长弱冰。我们用火属技能优先解决小丑。可怜的南波血还是太少太脆了。毕竟只有拆卸工与机动队员加 HP， 南波再练就太拖时间。只要打不死就能奶回来，如果减员就用高爆发角色复活人，因为高爆发的角色一回合能行动2次甚至3次。击杀小丑后直接全员用冰桶招呼社长。春日被异常状态下一定要第一时间解除。毕竟春日的定位是辅助恢复型角色，后面没什么好说的，冰属性招呼就行了。注意队伍角色的蓝量，随时补充好。这里进门后往右边贴着落地窗进入下一个房间，把会理换成赵天佑，下一轮敌人弱电。无名氏与铠武者都是弱电，无名氏还弱拳。思路就很直接，雷鸣占卜来打麻痹效果。这就是之前要求男性角色都把占卜师点出技能的作用。只要 HP 没有损耗，春日也可以进行放电输出。不要蓝量消耗，马上到恢复区了。恢复满队伍的状态后上楼。队伍还是保持4男性角色。宴会神弱冰与电，迪斯科霸者弱刀火冰。韩俊基与赵天佑优先集火迪斯科霸者，毕竟异常状态还是很烦的。南波用冰属级技能香槟风暴进行 AOE 输出。春日中了任何异常状态，用韩俊基来解。韩俊基高爆发用了物品后还能再行动。又是最喜欢的同弱点群怪，3个都弱刀与电。思路就是先每个人都用议论雷鸣占卜打出麻痹，然后再用韩俊基与赵天佑用刀术攻击逐个击破。那个开盾的防务攻不防魔法，南波招呼他。赵天佑不愧是面板攻击最强之人。将近1000的攻击力，刀术攻击比韩俊基高太多了。
反正就重复攻击加血复活拉人加血攻击的顺序。吃药补给一下自己队伍的状态。下一个是小 boss 真岛，赵天佑如果没练拆卸功就换惠理，因为真岛弱火，用惠理比赵天佑强，毕竟爆发高。真岛是最容易打的小 boss， 血少弱火，攻击秒不了人。在4人轮流的火鼠炸弹与南波玫瑰风暴下，很快就退场了。进入到下一层，补充一下队伍的 MP 消耗。这一层只有3轮小怪，这3个都弱电，黑衣还弱拳。老规矩，用雷鸣占卜来打麻痹效果，然后用赵天佑的单体全属级技能打黑衣，减员就复活，春日加血，春日爆发最低是最后行动的，然后继续雷鸣 AOE， 赵天佑也雷鸣即可。这3个都弱刀，2个弱兵。思路是南波用香槟风暴冰属 AOE， 韩俊基与赵天佑激活。先打5寸定或者冲锋队长都可以，漆皮石之王留到最后。因为有难波的 AOE 冰属伤害，所以2个弱兵的很快能解决。擂台冠军弱刀与冰，吉利人弱火与电，优先解决吉利人。南波用 AOE 的玫瑰风暴，韩俊基与赵天佑都用雷鸣占卜。解决吉利人后，慢慢用韩俊基与赵天佑的刀属技能打擂台冠军。补给好自身的状态，然后上楼打最后一轮小怪。健全玩乐王者弱电，针灸改造人弱拳与电。先是3轮雷鸣占卜 AOE 打麻痹效果，然后韩俊基与难波持续雷鸣，赵天佑全属技能打改造人。
厨房补充状态后，准备打天童。南波太脆，换成足力上场。春日身上一定要装有替身石，防止被天童连续2次攻击秒杀。天童弱电，但是血很多，而且血越少速度越快，跟主线最终章打法一样，只是没有神明的指示这个击死攻击。用雷鸣占卜慢慢打血量，完美防御能按一定要按上，不然很容易被秒。天童很容易中毒属性异常，韩俊基可以给他上毒。因为天童血又多攻击又快且高，所以很容易减员。每到春日的回合，保持全队的血量是满的。拉复活的人有韩俊基就用韩俊基，如果韩俊基死了，就用赵天佑拉。如果想更稳点，就把足力或者赵天佑换成沙荣子。优点就是每回合能保持2到3次队伍满血，缺点就是沙荣子容易被秒。后面就是慢慢的用雷鸣占卜磨天童的血量了。打完天童后，上楼恢复状态，队伍换上南波与惠理，准备打那个男人唐岛之龙同生一马。同生一马弱兵，速度不高，攻击力不足以秒人，但是血量很厚，而且每切换一种攻击形态都会取消 debuff， 所以只能靠冰属性技能攻击来慢慢磨血量。幸好没有天童那种血后攻击高、速度快那么变态。打完同生一马后，恢复全队状态，调整队伍。最终决战亚门的队伍配置春日、韩俊基、沙荣子、惠理，利用2个高爆发的角色打输出。春日与沙荣子双奶容错，韩俊基带上勇气挂坠防第3阶段的畏缩，春日可以不用带，反正爆发力垫底，用韩俊基来解。沙荣子与惠理的4神手镯免疫所有异常。准备好以后，开始最后的决战吧。
打亚门的核心思路就是在他放完卫星射线后激活掉，所以一切都以最高伤害的远程攻击及除外输出。韩俊基用幻影飞驰，惠理用飞燕，沙荣子的回合负责加血。春日的第一个回合放勇者的执着，配合替身时来双容错。春日的第二个回合群体加攻击。春日后续就防御与丢道具。加血的任务交给沙荣子。等到亚门的血量掉到45%左右时，互相给传说泡菜来提高回合行动力，然后继续输出，等亚门的下一个回合召唤出3个意念体。不用管3个意念体，韩俊基与惠理继续激活亚门。这个时候，春日给自己一个大量提升防御的饮料。注意看队伍身上的 buff， 如果缺少了泡菜就补上来。春日的回合使用随叫随到木之源从泰来给群体加护盾。韩俊基与惠理的回合继续集火输出亚门。春日的回合给全员补满生命后，亚门释放全体高伤害攻击卫星射线。正好到沙荣子的回合，全员把血量加满。韩俊基跟惠理把亚门集火击杀后，开始慢慢打黑道3传奇，优先打真岛，再护岛，最后打童生。属性弱电与之前一致，真岛弱火，护岛弱电，童生弱冰。用南波换下惠理，属性魔法攻击还是南波更高。春日加入到输出的行列中来，沙荣子担任加血的任务，后面就是慢慢磨血量了。这个时候 MP 要不要省了，随便吃，有什么 buff 就上什么 buff。
最后解决童生后，完成最后一个奖杯。